那年是我过得最脏的一年。这位爷，看看药吧，便宜又管用，真的便宜。去，哪来的小骗子？卖这种假药也不嫌害臊。只要能给李无英凑够药钱，生子丸我卖，金枪不倒药我也卖。小娘子，瞧你在摘草药，你是医女吧？是。小公子，你怎么伤成这样？我在家中排行老3，是2房妾生的。大娘子不喜欢我，这寿夹8成是她设的陷阱。你真可怜。谢谢你啊，小医仙。等我回去，一定给你安排个好差事。求您赏几个铜板，药引还差一点点，我以后一定还。滚开，别挡路！为了他，我这个小骗子的尊严也能卖。陈大夫，求您救救他的命！造孽呀！拿走吧，这是些缓解药。好孩子，别再磕了，再磕命都要没了。只要有药，他就能活。只要他活着，我磕几个头，流几滴血都不算更什么。小骗子，小骗子！没脏，还能用，能救他。来，喝一点，就一点，不喝怎么行呢？你不喝药会死的。水，娘。水来了。你娘不在，我在呢。李无忧，你可不能死。你要是死了，我这药钱不就白凑了吗？锦珠，你醒了，你真醒了，不烫了，真的不烫了。药哪来的？买的。你有钱？我是谁啊？金家村第一聪明人，钱嘛骗不是挣来的。锦珠，我不喜欢你骗人。那我以后不骗了。这谁家这么大排场？少说也是城里的大户。请问村中可有一位受伤的年轻公子？你们找金珠捡回来的那个，就在村东头破屋里。少爷，老奴可算找到您了。少爷，金珠捡回来的竟然是李家的少爷。你是大户人家的少爷？我之前也记不清。少爷，老爷已经备好马车，请您即刻回府。府中名医也在等着，您身子未愈，不能再耽搁了。名医能治好他吗？自然，李家会用最好的药，最好的大夫。你回去好好看病，别乱跑，也别嫌药苦，药苦才有用。金珠，等我病好了，我来接你。真的？真的。那我以后不骗人了，你不喜欢我就不骗。好。金珠，还等呢？李少爷认祖归宗，肯定赏你个8抬大轿，肯定赏做姨娘。将来床头1碗白糖1碗蜜，想占哪个占哪个。不做8抬大轿，2抬小轿也行，也不用做姨娘，给我个端茶倒水的差事都行。金珠，回吧，人家高门大户哪还记得咱们这穷乡僻壤？陈叔他不一样的，他说过要报恩的。拿着，这是人参须末，熬点汤喝，别冻坏了。谢谢陈叔，我明天自己去城里找他。李无忧，你在里面吗？李无忧！
府里没有什么李无忧。两位爷听差了吧？我救了李无忧，照顾他半年，他腿伤还没好顺，他是不是被关起来了？咱们府里没叫李无忧的人，快滚，别讹子！李无忧，我是金珠，你等着，我一定救你出去。他排行老3，被太太暗害才断了腿，他肯定是被大太太关起来了。夫人休息呢，吵什么？你跟我进来吧。我要见李无忧，见不得着，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命。还不快给夫人行礼！好孩子，怎么这么狼狈？快给金珠姑娘倒热茶。我不喝，你把李无忧怎么着了？我是她亲生母亲，还能害她不成？我不信。谢谢你照看她，这些钱是赏你的，只是你不能跟任何人说你与无忧相处过。他不是要谢我，他是要我闭嘴。太太，我不要钱，你让我看他一眼，就一眼。既然劝不动，翠芝，引他去书房，让他自己看。只要见到他，我就知道真相了。喏，你自己看。邢舟，那个救你的姑娘真是个江湖骗子吗？还能有假？他爷爷、他爹到他这儿都是骗子。邢舟，他不是叫无忧吗？那你连名字都骗他？李无忧，无忧，乌有，子虚乌有。他信了？深信不疑。你从前3、5日就念了，怎么这个玩了这么久？你别是把自己玩进去了吧？要不是沈家商号的沈公子近日要来速成，我才懒得多待。学些江湖伎俩倒有意思，可惜我问那些骗术，他小气不肯教我。不是小气，是你说过的，骗人不好。我不好，但是不能让你不好。我以为他正在被打得血淋淋，我还想着哪怕不要命也要带他逃出去，原来他好端端的。好孩子，我这儿子太淘气，可男女这事，一个巴掌拍不响。当初你收留他也不大规矩，拿着钱别乱说话，耽误了他。底下有张绸缎庄的对票子，拿着做身好衣裳，就当替无忧赔罪了。我应该骂他狼心狗肺，把这钱砸在他脸上。我哭什么？这么多钱，我赚大发了。等那屉包子蒸好，我就把它忘了。我要去绸缎店扯缎子，打金镯子。明日回村告诉别人，只有我金珠骗人，从没有别人骗过我。他拿了钱就走了，没闹。金珠姑娘没骂您，她说不行，咱们就不争了，让您等着她救你出去。老夫人给了钱，她拿了就走。他连这都没反应过来，还在担心我。等我谈完生意，大不了再去给他赔礼道歉，多给点钱就是了。近日速成多有假富商以大额订货为名骗出样品，老爷命少东家暗访，
僭用沈家名号。少东家，老爷吩咐了，只许看，不许乱来。您要查的是骗子，不是把自己查成骗子。我知道，要想抓骗子，就得先学骗子怎么骗。少东家，您这话听着就不大稳妥。听说这家掌柜最近差点被人套过样布，我先试试他们会不会上当。若被人误会怎么办？那我解释。就怕您越解释越像骗子。我要买最亮的缎子，戴最贵重的镯子。小叫花子不长眼啊！你把马拴在外头，不要脏了人家的店面。算了，惹不起，算我倒霉。好可怜的姑娘，你里栽跟头了吧？快喝口热茶暖暖。掌柜的，把你们家的好缎子拿出来叫我瞧瞧。掌柜的，我老爹寿辰要订99匹好缎子，什么仙鹤、寿桃都拿来瞧瞧。哎呦，贵客，您稍等。也就这2匹福寿松鹤的勉强能看，各来20匹吧。您付了定金，小店立刻送货上门。万一我爹瞧不上这花样怎么办？这样，这2匹我带回家给我爹瞧，他若喜欢，我立马下定。外头那匹马奴都压在你这儿，还怕我跑了不成？这套路熟啊！先砸大馅儿饼，再合乎常理的为难，这不是我爹教我的空手套白狼吗？娘子，叫掌柜先别给布，你去问那家奴一句，就问马是谁的。糟了，我是不是演得太像了？这马和奴仆是你的吗？你就拿来抵押。我是要查什么？查自己几时挨打。掌柜的，他骗我说买5匹马，牵1匹回去给阿爹看，是个骗子。不是，我真不是骗子，我是……敢骗老子，我要报官！我不是。我只是想算了，没真上当，多谢这位姑娘。姑娘，这裁衣钱我不要了，免费给你做。不必，我有的是钱。劳烦娘子给我兑了，我还要去酒楼吃大餐呢。先来个热水澡，再吃大肉包子，明日醉到日上3缸。这日子美！老实点！干什么你们？带走！完了，难道是我卖假药的事犯了？李府失了3张大额银票，票号都对得上，人赃并获，还敢喊冤？那是李夫人亲手给我的。回差爷，夫人是叫奴婢拿银票赏她。可这姑娘嫌少，当场不肯要。后来奴婢收回托盘，才发现少了3张。你胡说，明明是她甩在地上，我一张张捡起来的。姑娘，李家心善留你喝茶，你怎能反咬夫人？李家什么门第，会讹你一个卖假药的穷丫头？你们根本不审。审？李家已经递了状子，县太爷说小惩大戒，你该庆幸李家不追究，
否则你现在就该进牢里。原来他们不是不知道真相，他们只是觉得我这样的人不配有真相。哎呦，我真不是他同伙，我都不认识他，还敢狡辩，再加10棍！太欺负人了，姑娘，不怨你，我信你没偷钱。我以为村民会笑我瞎了眼，可他们没笑。蔡娘子还信我，相信我，比怨我还叫我内疚，可怜我，比笑我还叫我难受。对不住啊，连累你多挨10棍。你跟他们说了吗？说你不认识我。说了，他们问主谋是谁，我一急就结巴，说我……难道你良心发现，把罪名揽下来了？我不知道，我不认识你，可他们没听我说完就开始打了。是我对不住你。你跟他们有什么仇？要这么对你，往死里打？没仇，有恩。那天我卖完药，被恶霸掀了摊子。为了重新采药，我遇到了采中寿家的李行舟。小娘子，瞧你在摘草药，你是医女吧？是。谢谢你啊，小医仙。等我回去，就给你安排个浇花丫鬟的位子。我花光所有积蓄给他治腿。他说他是个不受宠的庶子，我以为我们是一样的人，却不知他从头到尾只把我当笑话。哎呦，有恩还打你，那这个李行舟也太坏了，就是个大骗子。是啊，我爹说技不如人，被骗了要认栽，但我咽不下这口气。我的钱，我的尊严，不能就这么被他们踩在脚下。你这丫头倒是有几分血性。韩棍，既然你也是个骗子，敢不敢跟我干一票大的？把咱们丢掉的东西连本带利骗回来。你爹当年也算带过我，这些钱你拿着。人参须墨不值什么，我雇你。这10两，5两赔你的医药费，还有5两是雇你的钱。雇我？你被打前也没露相吧？都是同行，别装清白了。我真不是骗子。只回答是或不是，跟了我，好歹教你几招。听好，从现在起，你假扮姑苏来的沈公子，我扮成你的宠妾子婿，是你花500两金钱新买的。假扮沈公子？怎么，你不是姓沈吗？是姓沈。叫什么？沈川清。聪明，就叫沈川清。万一真的沈家人来了呢？速成这么大，哪有那么巧？再说，沈家少东家若真来了，肯定前呼后拥，哪会像你一样骗不还打？这憨混生的一副风流皮相，
天生就像个挥金如土的少爷，还差把扇子。我几十两买的扇子算什么？算你人傻钱多。走，去赵家布霜。二位客官，看点什么？这是最新的2色金库锦。金主，这很贵，20两不够。纨绔买东西不看钱，别露怯。阿旭，有喜欢的吗？一并裁了。不好，咱家那边这种花样都老了，这边才时兴呢。咱家可是新聘的南边职工，绝对最新。这里比不上家里，阿旭再瞧瞧呢。不要，真做了一身，回姑苏要被姊妹们笑死。那我们再瞧瞧。好冷的茶，吃穿都不好。要不是跟你出来，哪受这些气？这里不比家里，委屈阿勋了。如水流年须珍惜，莫教误了很深的少年身。唱得真好听。有人请沈公子点戏。我家相公不姓沈，别是请错人了。在下赵家绸缎庄掌柜赵佑，这茶粗喽，不知二位可愿赏光去咱家尝尝好茶？赵叔好不客气，怎么还来我家茶楼抢客了？李某在自家酒楼设宴，二位可愿同去？子旭姑娘怎么不摘面纱？是有见不得人的毛病。我买下的，调教出来的人，你说看就看。沈公子，这妾室不懂规矩。夫君别生气嘛，和气生财。锦珠，果然是你。我现在叫子旭，沈公子花500两买的我。我知道母亲害你挨打了，你别跟她回姑苏，你等着我，我会退了婚，央求母亲拿500两给你赎身。李公子，我是骗子不假，但我对你是真心的。你从头到尾只把我当笑话。我是真心想娶你，你稳住沈公子，等我和他谈成生意，就接你回府。你到现在还在算计我？你不是想娶我，你是觉得我从前那么喜欢你，就该一直站在你那边。李行舟，你真恶心。你要是后悔跟我一起骗他，想收手，我不笑话你。鱼儿都咬钩了，收什么手？可是你看上去很不开心。我娘说过，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明朝深巷卖杏花。她也说不要骗人，要脚踏实地。可是不骗人，我怎么活下来？我娘说，门前栽杏花能得贵婿，全是骗人的。等这件事了了，我要回姑苏，你跟我一起回去吗？等你赚了大钱再说吧，我不要像我娘一样跟着一个骗子。好，那等我赚了大钱，咱们就回姑苏住下，生意场上你陪着我，再盖个园子，种满杏花，你就不用花几十文去买了。盖园子的钱够买几辈子花了，你这个憨棍！不对，从雕花窗子里看杏花和摆在盘子里是不一样的。他是个骗子，但为什么我有一刻愿意相信这是真的？听见外头叫卖，不想买的，可是伙计看着呢。我堂堂沈公子不能穷酸，就全包了，30文，记在你账上，不许赖。
沈川清，你个败家子！走吧，小阿旭，李家的马车在外面候着呢，吃白食去喽。沈老爷要来了，正主找上门，再不跑就要挨棍子了。韩棍那个傻子还不肯走，子旭姐姐好身手啊！你根本不叫子旭，你叫金珠，你是个骗子，骗了行舟哥哥的钱，如今怕见沈老爷被拆穿，想逃跑吧？小心点，别摔了，我接着你。你没听到吗？他是个骗子！快下来，一会儿糕点要凉了。我跑了，你一个人挨打，你不生气？不生气，你跑了，我挨完打就没人搀我回去了，所以你不能跑。听说你生意没谈成，花500两买了个骗子。爹，金珠不比别人，5000两都委屈他了。我沈川清，我爹沈10万，懂了吗？你真是沈川清？那你连拖后火的钱都要算在我那20两里吗？完了，全完了！这孩子长得像位故人。沈老爷，我不知道他是真的沈川清，我要早知道，我肯定不敢拿他做局。敢不敢另说，会不会倒是另一回事。原来真是沈少东家，既然如此，误会一场，生丝生意咱们还是照旧谈。生意自然要谈，不过沈某有个习惯，谈生意前先看人。李家给沈家的这份生丝报价说尚可，金珠姑娘你也看看。照实说。这报价看着便宜，可运费、损耗、仓储都单列了，真算下来，比赵家贵了1成半。姑娘懂账？不懂正经账，但我懂藏钱。这里把亏的地方拆碎了，每一项都不显眼，合起来就很显眼。继续。还有这里，李家说3个月后交货，却要沈家先付7成定银。若李家手头不紧，不会这么急着要定银。这不像谈生意，像借沈家的钱周转。好，青儿，你输的不冤。他不是只会骗人，他会看人心，也会看账里的鬼。金珠姑娘，若你愿意，先跟沈家走一程，沈家的账上也缺你这样一双眼睛。李家愿意出500两把它买下来，两家的生丝生意，李家让利1成。金珠，你不过是个骗子，别给脸不要脸。李公子真的愿意出500两？韩棍，500两很多了。拿了钱，你去买个小院子，不用再骗人了。你明明在哭，为什么要说自己高兴？没人真正在意我的尊严，能卖个好价钱就够了。那就让姓李的滚蛋！我家夫人嫌别人拿过的银票脏。李公子，500两，你加多少，我跟多少。金珠，如果他是个穷光蛋，你还会跟着他吗？我捡到你的时候，你也是穷光蛋，穷光蛋又怎样？总好过跟着一个满口谎言的骗子。你如今说的硬气，不过是攀上了沈家。我从前也攀过你，可你这根枝烂透了。
少东家，这是真的？全是真的，我从来没骗过你。那你我一开始觉得你厉害，后来觉得你可怜，可是现在我就是不想看你难过。你愿不愿意真的做我家的账房？好，做账房。这臭小子怎么偏偏嘴淡这点随我呢？他从前明明是看着我的，他怎么敢用这样的眼神看别人？都回去歇着，明日还有正事。晴儿，你若再乱烧银票，回姑苏我就烧你的账房。烧我的账房也行，反正先把你留下再说。你今夜别多想。做账房这件事不是认真的，不是随口说说，也不是为了哄你。你那么厉害，给谁当账房都是委屈，给我家当勉强还成。哦，原来只是勉强还成。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，我知道，我答应了的，就作数。账房嘛，沈公子放心，我识账认人都很有一套。往后若有人想骗你，我第一个看出来。那就好。金珠若看，先从这里看起。前面有点乱，我还没理水。丫头，没睡吧？晴儿手脚倒快，明日速成商会，原本我是不想叫你去的。我去。好。我不能总躲在人身后，如果连出门都要躲着，那这账房2个字拿在手里也是轻飘飘。成，那就去看看。咱们沈家请的不是躲事的菟丝花，不过真要有人嘴贱，你也不用客气。沈家的脸面不比谁家薄。知道了，去盯着。爹，怎么了？李家昨夜没闲着，请了速成几位爱说闲话的掌柜，今早提前去商会吃茶，顺便吃人。他们有完没完？先吃饭，不然待会儿真闹起来，我饿着肚子，岂不是吵不过他们？他们不是最爱拿旧账压人吗？正好，我如今也是账房了，旧账新账一起算。学着点儿，你这火气比买卖还大。夫人，南县生丝的货银再拖不得了，北边药材也催了3回。若沈家的定银不到，月底怕是周转不过去。所以这门生意必须成。沈10万老狐狸不好糊弄，偏偏金珠又被沈家收了去。一个卖假药的丫头能坏什么事？明日商会，先毁她的名声。她在沈家站不住，沈家自然不会为了她跟李家撕破婆。若沈家真翻脸，不可能。沈家要的是利，只要李家还有货路，他们不会为了一个女人断生意。金珠从前最听我的，她不会真敢把我往死里逼。就是他吧，听说是个卖假药的骗子，沈家也真敢用，也不怕脏了门楣。李公子来的正好，方才我们还在说沈家果然大手笔，连身边帮着看账的人都如此特别。王掌柜这话说的有意思，做生意的人不看本事，倒先看特别不特别了。沈老爷误会了，商场重名声，王某只是怕您被来路不明的骗子钻了空子。诸位可知，沈家身边这位姑娘便是金家村出了名的骗子，
专卖生子丸金枪不倒药，听说还攀扯李家少爷，被官府打过板子。那时候我跪在雨里求他，他在窗内拿我的真心当笑话。如今这副嘴脸，真是可笑至极。对，我从前是卖过假药，穷得揭不开锅的时候，我为了活命干过不体面的事，这个我认。可有些人明明读着圣贤书，做出来的事儿却比骗子还不如。金珠，半年前李公子踩了寿家，腿快废了，是谁把他背回去，拿出全部家当替他抓药保腿？是我，那个骗子。后来他回了李家，李夫人拿银票封我的口，反手报官，说我偷钱，打了我10棍。如今你们倒说李家心善，你一面之词，谁知真假？真假？李公子腿上那道被兽夹夹出的疤还在，他若真想赖，不如把腿挽起来给大家看看，看看他这条命是不是靠我这个骗子钓回来的。诸位都听见了，沈某用人先看本事后看人品，金珠救人是真的，被构陷也是真的，倒是有人恩将仇报，还拿名声压人。沈某今日算是长见识了。沈老爷，他到底行骗在先，放在商事上未必稳妥。稳不稳妥轮不到你教。李行舟，你是不是觉得旁人都跟你一样，专爱拿真心当消遣？啊！我今日把话说明白，金珠不是杂役，他是沈家请来的掌账参事，先随我沈家走商试用，往后看账防骗皆由他过眼。谁看不起他，就是看不起我沈川清，看不起沈家。李公子方才说名声，那沈某也说说生意上的名声。李家近半年拖欠南县生丝货银3200两，北万药材货银1700两，西平码头木料押银800两。各处供货商因久催无果，已与沈家另签保付器名，转由赵家接货。原来李家早就空了，难怪他们急着要沈家70%定银。你们沈家这是要赶尽杀绝！沈家没有赶尽杀绝，只是不再给一个恩将仇报、账面空虚的人家兜底。诸位若还愿意借钱给李家，沈某绝不拦着。做生意信得过者得，你李家没本事留住货路，倒怪别人。更何况沈某这个人最护短，谁想踩我沈家的人，就别怪我让他连站的地方都没有。救命恩人都没这么对，还想拿沈家的钱填窟窿，胆子也太大。金珠，你就这么恨我？李公子说错了，从你拿我当笑话那天起，我就不该恨你。恨你，说明还把你放在心上。如今我只觉得你脏得很。既然得不到，那我就毁了你。早看着小娘娘不顺眼了，今天非把她那破屋和药摊砸个底朝天，看她还怎么装体面。沈公子，您管我们去哪儿玩？带棍子去玩，还特意打听金家村的路。砸个卖假药的破摊子，是替天行道。替天行道，你也配说这4个字？给我打！第一，她不叫骗子娘们儿，她叫金珠。第二，谁敢碰她的东西，我就打谁。第三，打完送官，免得有人说沈家私刑无度。是李公子叫我去的，有本事你找他呀！把他们银子搜了，棍子折断，人送去衙门，口供也递过去。既然替李公子办事，
总得让李公子亲眼看看办成什么样。很好，这回我替你守住了。我就知道你这孩子有后福，气色都不一样了。娘子，我来还您当日垫的药钱和牛车钱，没您当时信我帮我，我挨完板子只怕都回不了村。还什么还？我那是顺手帮一把，谁还能追着你要？药钱车钱得还，剩下的是心意，这不是还钱，是报恩。您收着，我心里才安稳。这是我早裁好的2身新衣，原想给你留着，以后若有喜事穿也体面。人这一辈子不怕走过弯路，怕的是遇见真心了还不敢接。哪来的喜事？去吧去吧，别让外面沈家的马车等急了。我等了你2个时辰，你就连一句话都不肯跟我说。李公子，你挡路了。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，我娶你，带你走。金珠，别跟沈家去孤收，你若走了，我们之间就真的什么都没了。我可以把打在我身上的板子收回去吗？可以把你骗我的半年抹干净吗？我后悔了，我真的后悔了。李行舟，你最可笑的地方是直到现在都没明白我为什么离开你。我离开你，是因为我终于看清了，你这个人烂透了。算我求你，别走！我嫉妒的发疯，我舍不得你。你不是舍不得我，你是舍不得曾经有人那样真心的爱过你。要我处理吗？不用，脏东西踩过去就是。踩过去。先别开船，接了举报，说你们船上夹带违禁货，要开箱查雅。原来是徐管事，沈家文书齐全，不知哪桩货碍了眼。哼，有人举报自然就得查，沈老爷心里没鬼，怕什么开箱？给我上！等等，我是沈家的随行仗士，大人既然讲规矩，不如先把查船文书拿来看看。哼，你一个女人家也配跟我讲规矩？我确实不配，只是我眼杂，瞧见大人腰上这块玉，倒想起一桩旧事。蝙蝠衔前文，边缘藏个昌字。大人，这3年前东向昌邓当收的赃物，怎么挂到您身上了？胡说八道！你敢污蔑官差！昌城当的老掌柜前些日子被抓，供出了不少人。您今日若不是奉命来查，那这玉佩的事，是不是也该细究一下？误会，都是误会，下头人办事不仔细，弄差了，放行放行。那些我在泥潭里学来的，见不得光的识人破绽的本事，如今终于替我挣出了一条堂堂正正的路。我就说你很厉害，比我厉害很多。少拿好话哄我。这些是沿路分号的账，你慢慢看，不急。怎么了？这本账乍一看太漂亮了，漂亮的有大问题。
你看这里，同样是绸缎走水路，这月季的潮损是3成罢，可药材箱子的失损却只有半成，茶钻也只损1成。我没看出来。不是看不出来，是你们这些正经做生意的人总觉得账上写了字就该是真的，在我这儿越写的顺溜，越值得疑心。这账是灵州分号的，归船上大管事顾三通核查。你的意思是顾三通有问题？先别惊动他，我再看看。周六子，这个人每次都在损耗最高的几船里。码头苦力头子，跟顾三通熟。太熟的人，账上最好别太干净，太干净就是有人替他洗过。金珠姑娘初上船，可还习惯？江上风重，多喝些热汤暖暖。顾管事费心了，我初看沈家账目，只觉得规矩严整，难怪生意做得这么大。顾管事，我有一处不懂，林州路上这几月绸缎潮损，怎么总比药材高出许多？难道绸缎格外娇贵？姑娘初看账，难免不懂。绸缎娇贵，药材相封的严，不可一概而论。那为何每次经周六子手的货损耗都高？金珠姑娘，沈家给你脸面，不代表你能随意污蔑老人。我在沈家10几年，若凭你几句猜测就定罪，往后谁还敢替沈家做事？是啊，姑娘到底年轻，账房最忌捕风捉影。顾管事说的对，没有证据不能定罪。所以我今日下午已经让人去查了周六子新买的宅子，也查了你小儿子新得的那匹青春马。买马的银子是从林州永丰当铺兑出来的银票，票根上的担保人姓顾。周六子已经招了，所谓潮损，是先报损耗，再把完好的布料私下折价卖出，银钱3、7分，顾管事拿大头。周六子攀咬我，那这本暗账呢？你聪明，把明账做得漂亮，可周六子不聪明，他怕你赖账，自己记了一本，上面每一笔都能和沈家损耗账对上。我一时糊涂，糊涂了3年，押下去，到了下个码头，传信方丈查仓，追回亏空。饶命啊！好，我原当你只是机灵，如今看你是能替沈家守门的，这一路上的账先归你查。我从前骗人，所以知道骗子最怕什么，怕被人比他更细。我就知道。还没看完呢。青儿呢？怎么还没回来？他会不会出事了？等等，等等！你还知道回来？再迟半刻船都开了。你是少东家，说跑下去就跑下去。没事，我算着时辰呢。第2遍催船锣敲敲了，你算着在岸上跟小贩过日子吧。给你的。你下岸就为这个？谁稀罕这个？我随口一说你也信。你很少随口说喜欢什么，我问了3个摊主才买到真的。你就是个憨棍，为了几口吃的，差点把自己落在岸上，图什么？图你高兴。我高不高兴，跟你有什么相干？有相干。你高兴，我就高兴；你不高兴，我就总想着是不是哪里没做好。沈传清，你知不知道，你有时候挺傻的。知道。若是笨一点能叫你笑，那也不必改。我从前识人心看破绽，都是为了活命学的歪门邪道。你就不怕哪天我连你也骗了？我可是个骗子。你若真想骗我，早就骗了。在画舫上，
你明明能顺着李家给的路卖个好价钱，可你没有。你会骗人谋生，但你不是坏人。我一开始就知道。你这样，迟早被人骗得裤子都不剩。哪天我要是卷了钱跑了呢？那我就去找你。找不到呢？那也找。找到了我还不肯回来呢？那我就对你很好很好，等你愿意回来。等到了姑苏，若是你家那些管事瞧不起我怎么办？那我就把他们都赶出去，不，让他们给你赔礼。总之，不会让你受委屈。姑苏到了。先不回沈府，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去见一见你娘留下的旧梦。这是你娘当年住过的地方。您怎么知道？我从前受过你爹的骗，也见过你娘。那时她唱得好，多少人想赎她，可她偏偏看中了你那个混账爹。她大约是真信了他，结果却死在了外头。当年我看着她被你爹哄走，却没多管。今日带你来，也算补一点旧债。金珠，不要骗人，脚踏实地的活，慢一点，苦一点，也比一辈子心里不安稳强。我一直以为我娘死的悄无声息，我怨她让我当好人，可我不骗人就活不下去啊！我活成了我爹那样，我也不想的。这里没人笑你。沈老爷，您带我来这儿，我记着。从前我是靠骗人活过来的，可从今日起，我要学做账、做生意，我要活下去，还要活得堂堂正正。好，你本来就很好。老爷少东家。先带金珠去他院里，离青儿近些，别叫人吵着他。别怕。姑娘，喝茶。你们歇歇吧，我这里不用人守着。这宅子太大了，处处都是规矩。我一个卖假药的，
站在这儿就像个偷穿别人衣裳的小贼。你这是做什么？种树，这儿向阳，窗一开就能看见。种什么树？杏树啊，你以前说过的，你娘说姑苏门前栽杏花能得贵婿。我想着，若窗前有你喜欢的东西，你在这儿大概就没那么别扭了。你这叫会种树？照你这么挖，根都歪了。坑宽一点，底下松一些，树扶正了再填土。哦，好。沈川清，你为什么总记得这些小事？因为跟你说过的话，不能不算数。在这个高门大院里，我也有一扇窗，有我自己的树了。昨晚睡得好吗？今日要带你去商会认人，若是有人伺候不好，你跟我说；若是管事刁难你，还没进商会呢，先摆少东家的谱了。走吧。锦珠，到了沈家，不代表从此一帆风顺。那些老管事跟了我多年，有功劳也有脾气，他们未必服你。我知道，所以有些话我先说明白。你如今不是沈家正式掌柜，也不是青儿房里的人，你是沈家适用的掌帐参师，能不能坐稳，全凭本事。爹，这样最好。别人服少东家不算服我，我要他们服我自己。好，那明日商会，我给你一个机会。商道如战场，可不是会记几笔流水账就叫会做生意了。金珠姑娘初来乍到，还是先学学规矩吧。几位说的对，我这样的野兔子，若没点真本事，确实不该站在这里。不如劳烦诸位给我见识见识沈家真正难办的事。这些是近几年积下的陈年旧账，欠债的人拖着躲着，最是棘手。既然姑娘要显本事，这账你敢接吗？怎么不敢？商会可不是茶楼，说两句漂亮话就能过关。我接。若讨不回呢？3日之内，我把这些账一笔笔理清，能要回的要回，要不回的给诸位交代。若不能成，我自请退居账房，再不干涉商事。金珠，好，老朽便静候佳音。他们欺负人，这就是一堆根本讨不回的死账，故意给你下套。你刚才为什么拦我？我若开口，他们不敢为难你。不敢当面刁难，就会背地里使绊子。你替我扛了一次，他们服的是你，不是我。可3日太短，短才好，拖久了，他们就有时间改账、通气、设套。德行不庄，胡掌柜。
好贪便宜，信风水。丰太行姚东家惧内，好面子；周记东家嘴硬，最怕坏伤悲。你笑什么？你想到办法了？老实人催债，讲理讲情，自然被拖死。可这些欠钱不还的人，各有各的贪念和弱点。对付老赖，讲什么体面规矩，还得骗子来。但如今你不是骗子了，你可以看破他们的贪念，也可以用规矩压他们，别再把自己往泥里说。行，那就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懂规矩的野路子。吃点东西，放着。你已经看了3个时辰。以前我爹教我骗人时说，骗子最爱钻人没看清的小缝。现在我才知道，做正经买卖也一样，契书里一个字没看清，亏的就是真银子。那我陪你看。你看得懂？看得慢，但可以给你念。那少东家念吧，念错一个字，罚你明天不许给我买糖炒栗子。那我一定不念错。沈家家大业大，还差我这几十两。姑娘年纪轻轻，何必逼人太甚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天经地义不假，可契书上写的是3月内结清，没写哪一日。我拖到最后一日也不算赖。姑娘会吓唬人，却还不熟契书，回去多看几年账，再来教我规矩。送客。姑娘，咱们输了。不是输了，是我急了。以前骗人靠的是一口气压住人，可做生意只靠胆子不够，还得懂规矩。走，回去把契书逐字逐句重看一遍，下次来我让他自己求着还。姑娘要看些什么？我不是来买布的，我是替人问问，胡掌柜去年请回家的那对玉蝉还安稳吗？灵泉观的先生亲口说过，胡掌柜今年有一劫，若不把沈家那笔旧账了了，只怕要破财伤运。姑娘怕是认错人了，我与沈家哪有什么账？你左手边第3个抽屉里还压着平安符吧？这个月生意照旧不好，对不对？欠银40两，今日午时前送去沈家商会，这事儿了了。若不送，我就当没来过。还有，签这个，银子今日交，旧账今日消。沈家日后还愿意与你做买卖，你若继续拖，坏的不是风水，是你的商誉。姑娘真厉害，胡掌柜吓得脸都白了。记住，吓人不是本事，能吓住还能让他按契书自愿签补约，才算本事。姑娘怎么又来了？契书看明白了？看明白了，姚东家说的对，3月内结清，拖到最后一日也不算赖。那姑娘还来做什么？沈家旧账可以等。但姚东家这几年向沈家赊的货，有3笔是以丰太行自用名义记账，实际转给了城北柳记绸铺。柳记是姚夫人娘家开的，对吧？按契书，这叫转售未报。若沈家追究，往后丰太行拿货要先交全款，不再赊账。
我还听说姚夫人最看重娘家名声，若她知道你拿沈家的赊货做人情，却把账拖成死账，怕是不太高兴。姚东家，好本事啊！夫人，你听我解释。姚夫人若愿今日带丰太行结清旧账，沈家仍按原价供货，赊账期照旧；若再拖，便只能照新规矩了。签。多谢夫人明理。你这姑娘倒不像外头说的那样只会骗人。从前会，如今学着按规矩讨债。我签到的，胡说！明明是我先递的名帖。都别急，沈家不缺这点银子，缺的是诚意。谁先还，谁态度诚，便先算谁。老朽看清姑娘了，能把死账讨成活生意的不多，姑娘高明。姑娘不是只会吓人，是会拿捏规矩。我就知道你行。少东家还是多看看账吧，省得日后又被人骗。金珠姑娘，那边筐里都是挑剩下的边角药材，品相差，卖不上价，正等着便宜处理呢。品相不好，却仍有药性，若是不用来卖给有钱人呢？若将它们制成平价的养生丸，穷人是不是就吃得起了？沈老爷，与其让这些药材积着贬价，不如做成平价养生丸，卖给做苦力的人，赚头未必大，但能走长远，还能积沈家的口碑。好孩子，不光想着挣钱，这想法不算小。只是做完药讲究火候配伍，你懂吗？我从前卖过假药，所以更知道真药有多贵。我想试试，能不能做点不一样的。好，沈家后院有位秦老，脾气坏得很。你若受得住，我叫他带你。金珠，你敢不敢？敢。就是你，懂不懂性味归经，寒热虚实分不分？我愿意学。学？药是入人肚子的，错一味就是害命。你从前那套糊弄人的糖丸子，在我这儿屁都不算。袖口一股甜香，手伸出来。脂腹薄，虎口虚，这也叫制药的手？去，把36颗里的人参、打参、沙参挑出来，错一味，今天别吃饭。不会还不问，装懂。做假药的人都这毛病，最会害人。这叫看火。你想烧房子吗？把炉火守稳一炷香再走。药房里最不值钱的就是侥幸。我连一溜火都看不好，我是不是根本不配走这条堂堂正正的路？
厨房说你没吃晚饭，秦老骂得很凶吗？也还好。撒谎！我去药房门口看了，他说你搓丸子像捏泥巴。他骂的也没错，我只会搓糖丸子，一到真药房就像个睁眼瞎，我学不好。学不好，那就多学几次。若还是不成呢？那就再多几次。你当初教我做局时，我什么都不会，你也没说过我不配。慢一点不要紧，记住了就行。不好吃啊？下次多放葱。好。这一味先下还是后下？秦老说温补的先缓，心散的后急。你昨日记了2遍。再添一点火。成了。倒掉。可它已经盛完了。你中了，火急了，药性伏在外头，入口甜，入腹虚。你想做糖丸还是做药？从前你卖假药糊弄过去就算1日，可真药不一样，药不对，吃的人要受罪。你若舍不得倒，就别学了。倒。再来一次，我陪你。不是一次，是直到他真的能吃。还算像样，只是像样，不是上乘。集成了就收好，明早跟我去铺子里试卖。记住，每一炉药、药材、火候、制药人全都登记在册，出了事能查到人，也能查到错。我记住了。他没骂你，这就是你做出来的真药。是能吃的真药。这药当真管用，可别像外头那些糖豆似的。不是糖豆，若信不过，先买1小包，吃几日没用，便不必再来。你们这新药真不赖，昨儿夜里竟没渴醒。听说这是金珠姑娘琢磨出来的方子，真是积德。我娘吃了你们的药，夜里腹痛，什么平价真药，分明还是假物。他从前不就是卖假药的吗？难不成换了门面继续骗？把药包拿来。若真是我们的药出了问题，
该赔赔，该治治，我金珠不躲。若不是，也请你当众说清楚。这药被人混了巴豆粉，谁让你来的？哼！报官，药可以便宜，规矩不能便宜。我从前走过歪路，所以更知道信任2个字有多难。往后沈家药铺每一炉药、药材、火候、制药人全部登记在册。诸位若吃出问题，拿药包来查，我认。我吃了几日，确实有用，我信金珠姑娘。庆功，还有补苦。你这是怕我做真药把人苦坏了？我是想让你知道，苦过之后也该吃点甜的。好苦！你不是说好药都苦吗？少东家，速成加急信件。怎么了？李家出事了。还钱！别想关门躲债！不过是一时周转不灵，慌什么？夫人，南县北路、西平码头几处都来催了，沈家撤了保付，赵家接了货路，咱们如今连借银都借不到了。你的嫁妆册子呢？交出来！你要动我的嫁妆，那是我娘留给我防身的。李家快被逼死了，你还守着这些死物？你不是想嫁给我吗？拿出来救急！外头亏空是我害的吗？你一进门不问我怕不怕，张口就要钱，你不把我当人看，我死也不给。不给！你疯了，李行舟，你连我也想骂了吗？贱人，都是你逼我的！姑母救我！他要抢我的嫁妆填窟窿！孽障，她是你表妹，是你将来的妻子。什么将来？李家已经完了，库房是空的。若不是当初你非要把金珠往死里踩，非要逼我与沈家作对，李家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吗？你是在怪我？难道不是吗？姑母，夫人。账上还剩多少？母亲儿子来陪你。你如今陪我有什么用？外头的债主能退，衙门的人能不来？你若还有半分良心，哪怕跪着，哪怕求着，也别让李家的门匾砸在我眼前。若要收，倒也不是全无办法。你说，得有人去求金珠。
你说谁？他若肯开口，沈传清未必不会心软。如今能在沈家跟前说得上话的，不就是他吗？你去过了？我去，他会见我吗？便是肯见，只怕也是看我笑话。那你想让谁去？他去最合适。你是女子，又与他打过交道，他见你低头，总归痛快些。行舟哥哥，你竟真想得出来！你自己造的孽，凭什么要我去还？如今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。玉若，你平日里口口声声说把姑母当亲娘，如今家里真出事了，你倒摘得干净。墨儿，委屈你了。可如今只有你能替李家走这一趟，去求一求他，也许他会看你也是个可怜女子的份上。原来连我的屈楚和执念，在他这里都能算成筹码。若我把脸丢尽，把尊严踩烂，换回来李家一口气，你是不是就能收手了？自然。好说，你看清楚了，这一趟不是我愿意替你去，是你们逼我去。我去，可从今日起，行舟哥哥，咱们之间那点旧情，就算彻底死了。路上小心。原来在男人和家族的局里，我与金珠都没什么不同，我们都只是能被推出去挡刀的棋子，连尊严都得自己咽下去。金珠姑娘，街坊们又催着问什么时候再出一炉一起玩呢？先别急着催他，给你带的。忙的人就得多吃点。你成日往我这儿送吃的，是嫌我太闲了？等你忙完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你进去看看，位置好，生意不会差。你从前不是常说卖糖圆子也好，只要是自己踏踏实实熬出来的，心里就不虚吗？所以呢，我可以从药铺出来，不碰商事，转头来这儿卖果子点心。我不是。你是不是也跟旁人一样，觉得我一个骗子出身的女子能走到今日已经算抬举了？给我安置个果子铺，让我别再抛头露面。不是。那是什么？是退路，不是笼子。你可以继续看账，继续做药，继续跟那些老管事吵架。你若哪天累了，也可以来这里做糖制果子。你若不想做，锁着也行，租出去也行，卖了也行。这可是城西最好的铺面，所以才该给你。你从前一直没有能选的东西，别人给你路，都是逼你走。这个不是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你可以选。你不是只能做什么，你是想做什么都可以。要是赔了呢？算我的。赚了呢？算你的。你图什么？图你高兴，也图你以后不高兴的时候还有地方可去。少东家，金珠姑娘，不好了！外面来了好几位媒婆，说是专程上门来给金珠姑娘说亲的。哎呦，金珠姑娘真是天仙样的人物！我们是受街坊托付，城南周员外家的次子，韩家茶铺的老板，都欢喜姑娘能看账会做药。金珠姑娘这样出条，若不趁早定下，将来只怕挑花眼。他很忙，要管药铺，要看账，没工夫见什么周家、韩家的人。再忙也总有吃茶说话的时候嘛。金珠姑娘，你自己是个什么想法？他没有。几位的好意，沈家心领了，只是议亲讲究缘分，
也得看他自己乐不乐意。账房，给几位封份洗钱。没出息。你方才那句他没有说得倒快，万一我有呢？不会有，反正没有我家好。你不能跟别人一起。这可不一定。我去前头看看账。那就是沈家药铺的金珠姑娘，如今在姑苏可厉害着呢，连城里那些老掌柜都服她。那曾经是我最看不起的人，如今却活成了我最不敢想的样子。那种把人捧在手心的眼神，李行忠从头到尾都不曾给过我。找个客栈，我得先歇一歇。少东家，这记的什么私账？怕我看？难不成上头记了哪个姑娘的名字？没什么。沈川清，你再不给我可真恼了。等以后再给你看。金珠姑娘，少东家，速城李家的表小姐绿薇冒雨在门外求见。你去叫人回了她，我不许她再来惹你不高兴。总要见的，让她再等会儿。她既是来求人，总得先学学怎么求人。从前是我对不起你，可李家如今真要塌了。行舟哥哥让我来求你，只要你肯劝沈家收手，我便是给你赔罪，给你磕头也行。是李行舟让你来的，他说你若看我低头，也许会痛快些。他还是老样子，自己不肯弯腰，就推女人出来替他跪。我知道他不好，可我从小就认定要嫁他。我若现在放手，这些年算什么？李行舟从前教过我一句话，要想让一个人离不开你，不要对他好，要对他坏，让他总想证明自己值得被爱，让他总觉得是自己不够好。你若还想和他绑在一起，也可以照这个法子，别让他好起来，别让他有机会翻身，让他日日需要你的嫁妆，需要你的脸面，需要你替他求人，这样他一辈子离不开你。听着恶心吗？可这就是他待人的法子。他不爱我，也不爱你，他爱的是有人为他低头，有人为他舍命，有人证明他仍旧高高在上。那我这些年算什么？算你错爱一场，可错爱不是死罪。你若醒得过来，就还来得及。你的嫁妆是你娘留给你防身的，不是给李家填窟窿的。你的尊严也不是李行雨儿拿来求人情的筹码。我若不救李家，他会恨我。那就让他恨。一个只在你有用时才温柔的人，他的恨也不值钱。从前我看不起你，是我错了。今日你没有踩我，我记着。我不是不想踩你，我只是知道被人推出去跪的滋味不好受。我不是他的妻，不是李家的钱袋，也不是谁的棋子。我是绿若，我得先救我自己。绿行呢？他从姑苏回来没有？诺儿，你见到金珠了？他怎么说？沈家肯不肯松口？我没有替你求。你说什么？我的嫁妆我已经让母家管事清点带走，从今日起，我与你的婚约作废。五儿，你这是要看着李家死？姑母，李家不是我弄垮的，我不能把我娘留给我的东西
填进一个永远填不满的窟窿。是金珠教你的？不是他教我，是你让我看清了。你从前说我骄纵，说金珠低贱，可到头来你谁又没爱过？你只爱有人替你低头。你们都会后悔。不，离开你，是我这几年做过最不后悔的事。厉家产业一气抵债。他们怎么敢？他们从前明明都该看着我。金珠，你方才前半段说错了。要想让一个人留在身边，要对他很好很好，因为别人都对他不好，我不能再跟别人一起欺负他。你听这些做什么？给，尝尝我新做的糖丸子。聘金珠为妻？不是，我是怕你不想嫁给穷光蛋，所以让你先管账，就知道我家有很多钱，我从没骗过你。哦，那我看完账了。你要聘我做什么？做我家管事，管我一辈子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妻子，不是管事，也可以管事，反正我也归你管。沈川清，你真是个憨棍。那你闲不闲？乞巧节快到了，到时候再说。这是土针丸，吃了说谎话会走1年霉运。今天怎么一直跟着我？难道你家又要聘什么使唤的人？我想聘一个姑娘为妻，她像甜的糖球，也像治病的药，不沾一点坏，世间顶顶好。沈川清，我从前最怕别人说我坏，后来我才知道，我确实走过歪路，也确实做过错事，可我不是烂人。你当然不是。你听我说完，我不是因为你喜欢我才变好的，是我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。可你在旁边等我、信我、扶我，我都记得。所以今日不是你把我从泥里捡起来，是我自己走到你面前，问你一句沈川清，你还愿不愿意娶我？愿意，我愿意，我从早就愿意。吃了兔针丸，再说一遍。我愿聘金珠为妻，结发引合己，恩爱两不疑。往后他想看账便看账，想制药便制药，想开果子铺便开果子铺。他不是我的附庸，是我沈川清此生最敬、最爱、最想并肩的人。那我也答你一句，今有沈公子愿聘吾为妻，吾亦愿与君并肩，贫富不移，荣辱不弃，结发引合己，恩爱两不疑。阿娘，金珠终于走到正路上了，这条路不容易，可有人与我并肩，便不怕慢。